把房地产过户到小孩名下，可以规避 BC 省投机控制税。但是小孩子如果离婚了，你的财产将何去何从？这个本地人的社区里面对卫星家庭这上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就是说利用了我们加拿大社会的资源，而没有在加拿大给我们报税那么这些人呢，叫做卫星家庭，就是应该要交一个额外的税就叫做投机税。那怎么样来规避这个投机空屋税？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呢，就是出租。你租出去就不需要交这个投机空屋税了。过去这几年呢，特别是温哥华西区这边呢，现在都流行建一个后巷屋。那为什么要建个后巷屋呢？是因为如果呢你要把后巷屋租出去了，BC 省的投机空屋税就可以豁免掉所以呢，是你可以建个后巷屋，把后巷租出去；你可以把地下室租出去，或者你可以把整个房子租出去，整个房子的一部分租出去。但是租呢，它有一定的要求。最简单的租呢，就是租给这个不相关的第三方就说这个人呢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陌生人等等一开始的时候呢，BC 省的省政府是说，你租出去的这个单位呢是要有他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是呢自己的厨房、自己的洗手间。这2年呢，省政府又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说，你也可以共用厨房，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这个税法呢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关于它的审计呢也是这2年很新的案子。现在呢还没有打官司打到法庭，就还没有法院的判例。有时候我们打电话过去给省政府那边负责接线的人呢，就有的呢就说厨房共享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打电话他又说这个厨房共享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就是它有它不确定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确保呢，第一，我是租给没有关联的第三方；第二个，这个第三方呢交的租金是在你的银行账号上面有体现；第三个的话，你这个租金是要在加拿大这边来申报的，来报税的。然后呢，你要有租约的，比方说，如果厨房是共享的话呢，你在租约里面就应该把它写明，说我厨房是共享的，或者我是不提供厨房的。然后另外一种呢，我不租给这个非关联的第三方，比方说我租给关联方，这样行不行？关联方呢，就是什么亲戚什么你的什么合伙人就跟你有关联的，这个呢就是不是公平的第三方租约那么这种关联方的话呢，它就会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就是可以的。那你比方说，我这个房子假设1个月2000块钱的租金，我租给成年的孩子，孩子呢是在加拿大这边工作或者读书租给孩子行不行？这样是不是可以免掉这个投机空屋税？如果你不是卫星家庭就可以，但如果你是卫星家庭就不可以。他是说，如果你租给关联方，比方说我租给成年的子女，他要求说呢，这个成年子女，第一，他是有加拿大的身份，有加拿大的枫叶卡有护照第二个呢，他在加拿大这边要报税，他的报税收入呢，要是整个房子的公平租金的3倍。就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你这个房子1个月呢，应该是5000块钱的公平的租金。你说我把一个房间租给他，政府要看的话，还是说 OK， 这个是5000块1个月1年是6万块。那小孩的收入有没有超过3倍？有没有超过18万？超过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如果没有超过，就不能够免投机控制税。一般情况下很难小孩的收入呢达到3倍的这个公平的市价。比方说你房子再大一点，可能是6000块、7000块一个公平的租金，你3倍的话，1年就要20几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很多小孩一开始呢可能是没有这个收入的所以比较难用这一点来 qualify。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把房子呢转给成年的子女而成年的子女呢，比方说他是单身，他在加拿大生活，在加拿大报税，他不是卫星家庭但是你这样转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一他不要去把这个房子卖掉什么的第二个呢，小孩子有时候会交男女朋友结婚同居因为这个资产是在小孩的名下。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比方说他同居，有可能分开的时候呢，对方说要分这个资产，所以这个方面呢又有其他各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比方说如果你有2个孩子、3个孩子，你过户到1个孩子名下，那这样的话对这个其他的孩子是不是公平会不会有小孩子之间造成一种矛盾这个各方面的还有呢，就是有的小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了那么这边将来小孩有可能在美国发展，就是有可能会比较复杂，但是也有这样做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增加加拿大的收入。税局规定是这样子的，你在加拿大报税的收入的20%是可以来抵扣你的投机空屋税的。
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你是卫星家庭，你住着一个200万的房子，200万的房子呢，交2%的税是要交4万块钱的投机空屋税。然后呢，你报税的收入有10万块钱，那10万块钱的收入的20%呢，就是2万块。所以呢，你本来要交4万块钱的投机税的，然后呢，你就只需要交2万块钱就可以。然后呢，如果你是住着200万的房子，你报税的收入达到了20万，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投机空屋税就可以全部的抵掉啊。我认为呢，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呢是增加收入。为什么呢？因为投机空屋税它本来认为不公平的，就是说你住着我这么大的房子哈，享受着我加拿大的资源，你没在这儿交税啊。所以我认为呢，在这边你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话呢，就有2个好处。第一个，有可能呢让你在加拿大的配偶这一方呢，他的收入高于了非加拿大这一方，这样的话你就不属于卫星家庭了。然后你自己住，只要房子没有空着，你就不需要交投机空置税哈。第二个呢，它的好处，你即便你还是卫星家庭，但是呢，你增加了这个收入，你就可以20%在加拿大这边抵税。你比方说，如果你住个500万的房子，事实上你本来就应该在这边报个50万的收入，交个20几万的税。本地人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移民来的话呢，我们事实上也是应该为加拿大这边的税务呢是做一些贡献的。因为我们是个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呢帮人管钱管税。我也经常有人问我说，那我在加拿大这边怎么样制造收入？比方说银行的利息很低，那我在加拿大这边要有几十万的收入就很难的。所以在这边如何呢创造一个固定收益？你比方说，如果你一年需要20万的收入，如果你在这边有250万加币的资金啊，我们帮您做一些这个基金的投资，然后呢它有20万的收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避免你的投机空屋税。还有很多人说哈，那个加拿大税太高了。我们 BC 省这边，如果你收入超过24万加币，它的税率呢就是53.5%这样的一个税率啊，这个税是非常高啊。但是呢，加拿大本身呢是个福利的国家，本地人呢他就是要交这么高的税，所以呢，我们作为移民的话，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在这边呢也应该就公平的交税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一些节税的办法，我们呢也是帮很多的家庭做这个节税的规划啊。有机会的话再和大家分享。赢家选择，锁住财富，我是冯银锁。点击关注，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走入金融的世界。